在游戏中，很多玩家可能会面临武器的选择困扰，不知道该选用哪种武器，或者不清楚如何附魔来提升武器的威力，从而导致在战斗中一直死亡。同时，也有玩家可能会对新引入的武器，比如三叉戟和十字弩，不太了解如何使用。在这份影片中，我将会告诉您如何制造这些武器，以及它们在战斗中的特殊效果。首先是钻石剑。Minecraft 中最常见的基本武器之一，在初期您可以透过采集钻石来制造这把剑，它的攻击力较高，而且攻击速度又快。除了钻石剑本身的攻击力外，附魔是个重要的加成方式。剑的附魔呢，你可以选择附魔个锋利5来增加攻击力，但是这个锋利的附魔是和亡灵杀手、节肢克星相冲的，所以只能选一个。如果是打击面较广的话，我比较推荐你选择锋利5，因为其他两个呢是对某种生物有特别的伤害加成，但是不是全部，所以我会选择锋利。如果是加瓦版的话，还会有多一个附魔，就是横扫之刃。这个对于打一堆的怪物的效果会比较好，像是打一堆的怪物，你可以一次过打他们，就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打。接下来就是掠夺，掠夺就是会增加怪物的物品掉落几率，像是三叉戟和凋零骷髅头，这些都是比较难获得的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掠夺剑来增加获得的几率啦。其他的有关于就是耐久啊、经验修补，就是来让它更加耐用。然后击退的话，就是把敌人给轰出去嘛，像是遇到贴身的苦力怕，附魔个击退是蛮不错的选择。还有就是火焰附加，打到敌人的话，敌人就会着火。火焰附加这个附魔呢，对于玩家来说是有利有弊。一方面是如果玩家打僵尸，僵尸着火了，他碰到你，你可能也会着火。但是好处呢，就是如果你是打动物的话，像是猪啊、牛、羊这些，它掉落的肉就会变成烤肉。接下来再聊聊钻石剑的伤害吧。在Java版的情况下，如果钻石剑没有附魔，它的伤害是可以来到7，相当于3颗星半。或是附魔了锋利5过后呢，伤害就可以来到10，相当于是5颗星。然而钻石剑的攻击速度呢是 1.6， 需要 0.625 秒来恢复，再继续攻击。在基岩版的情况下，钻石剑在没有附魔的时候，它的伤害可以来到8，相当于是4颗星。附了锋利5过后呢，伤害是可以来到 14.25， 相当于就是7颗星多一点。然而基岩版的钻石剑是没有攻击冷却的，所以整体的伤害也会来得比较高。所以在前期或者是后期，钻石剑都是我们最棒的武器之一。无论是攻击伤害或者是速度，这个武器都是蛮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再说说钻石斧吧，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砍树的好帮手，也是战斗中超强的武器。没有错，它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里我们可以透过3个钻石和2个木棍来合成这个钻石斧。钻石如果放在另外一个方向呢，也是可以合出来的。斧头这边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斧头呢来破盾。盾牌的挺用几率大概是 25%， 那么如果玩家在冲刺的情况下呢，可以到达 75%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的斧头有附上这个效力5的话，每提升1级的效率就会增加 5% 的盾牌的挺用几率。所以当我们在冲刺的情况下拿着效力5的斧头呢，对方的盾是一定会被破的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附魔个锋利5来增加它的攻击力。这里当然我们也可以附魔个节肢克星或者是亡灵杀手。当然如果是比较全面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推荐锋利5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加上耐久和经验修补来增加它的耐久性。来聊聊钻石斧的伤害吧。在Java版的情况下，如果钻石斧在还没有任何附魔的情况下呢，伤害是可以来到9，相当于就是4颗星半。在近战武器中确实是相当高的。那么如果我们附魔上锋利5过后呢，伤害是可以来到12，相当于就是5颗星半。如果是基岩版在还没有任何附魔的情况下呢，伤害是可以来到7，相当于就是3颗星半。不要觉得基岩版的斧头伤害怎么那么低，是因为在基岩版斧头是没有攻击冷却的，就像是基岩版的剑这样的攻击模式。如果是附魔了锋利5的伤害是会来到 13.25， 相当于就是6颗半多一点。总之钻石斧在 PVP 或者胜出模式下，在速度较慢的攻击模式，打到你一下就会扣蛮多血，是非常强大的近战武器之一。这里来聊一下三叉戟。三叉戟是一个比较难获得的武器之一，我们可以通过击杀逆矢来获得这个三叉戟。但是如果像是在基岩版生存的话，就会比较容易获得三叉戟。但是在Java版却是相反的，因为Java版生成手持三叉戟的逆矢的几率只有 6.25%。
但是3叉戟的掉落几率是 8.5%。如果再加上掠夺3的话，每升1级是可以提升1，所以提升到来最高也只能到 11.5%。然而在基岩版生成手持3叉戟的逆势是 15%， 所以在基岩版会更容易获得3叉戟。接下来说说3叉戟的附魔。首先是急流，当玩家在水中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呢，点右键的话会有一个蓄力，但是如果我们发出去的话，是不会像普通的3叉戟这样飞出去的，而是有一个动画冲击波这样子冲出去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呢，就是当你的副手拿着附上急流的3叉戟，然后主手是拿着伤害较高的武器，在这个条件下呢，如果我们一样点右键蓄力的话，冲刺过去对目标造成的伤害是主手的伤害计算，而不是副手的这个3叉戟的伤害。这里说一下，就是急流这个附魔呢，是和其他2个附魔是有附魔冲突的，就是引雷和忠诚。如果3叉戟附上忠诚的话，3叉戟飞出去击中地面或者是目标过后呢，就会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来，不用自己去捡，这个附魔非常实用。然后就是引雷，当玩家在雨天的情况下点右键的时候，发出去的当额对发射的目标会有一道雷降临。就像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引雷对村民或者是苦力怕使用的话，他们就会变成女巫和闪电苦力怕，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。最后是穿刺舞，在Java版呢，穿刺舞这个附魔呢是有一个特别的伤害加成，可是只是对水生生物有特别的伤害加成。但是对付远古守卫还有守卫者再附上这个附魔都是蛮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在基岩版这个穿刺呢，是可以对水中与雨中的生物造成更多的伤害加成，穿刺5最高可以提升到 12.5 的伤害。那么3叉戟的标准伤害又是多少呢？3叉戟的伤害是9，但是如果我们近弹使用3叉戟然后暴击的话，伤害是可以来到 13.5， 或者是远程攻击伤害的话就会来到8。最后，我比较推荐你在水中战斗的时候使用3叉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这里来聊聊弓吧。弓是个远程武器，你可以站在一定的距离外轻松的射击敌人，这样你就能保持安全，不用担心敌人近身攻击。这里别忘了为你的弓附魔。首先，你可以附上一个力量5的附魔，它可以增加弓的伤害，而且力量最高可以到达5。对于弓的伤害来说，这个是一定要附的。还有无限，它可以让你的箭矢无限发射，不用担心箭矢没有了。但是发出去的箭矢呢是不能捡回来的。然后当你走过去的时候，它也是不会消失，要等到一定的时间到了，它就会自动消失。但是关于这个无限呢，是和其中一个附魔，就是修补，是不能一起叠加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在 PVP 的游戏里呢，我比较推荐你一定要选无限，只要你有无限的箭矢呢，你就可以和敌人拉开一个优势。而修补这个附魔呢，我比较推荐你在生存世界里使用会比较好。同时这边还有一个火焰附魔，它可以让你射击到的目标着火。当你击杀的目标是动物的话，它掉落的生肉也会变成熟肉啦。还有一个击退也是蛮不错的，它可以使近战的敌人打不到你，可是你又可以在远处的射他们。那么弓的伤害到底可以到多少呢？如果你是像这样很快速的发射，完全是没有蓄到力的话，伤害就是1，相当于是半颗星。然而如果你是蓄力到 0.2 秒到 0.9 秒的话，伤害就可以落到5，相当于是2颗星半。如果你已经蓄满力了的话，弓的动画就会停止往后拉，那样就是蓄满力的状态。然后你发射的话，伤害就会是6到11之间。你肯定就会问，为什么打到敌人伤害会不一样？因为弓的计算方式呢是不一定的，在蓄力到满的时候，伤害是取决于你获得了多少次的暴击，可是呢，获得这个暴击的几率是随机的。然后弓在没有任何附魔的情况下，弓的平均伤害是来到8到10点，每次大概会达到4到5颗星。但是如果你附上了这个力量5的话，伤害会来到15到23，或者是25。为什么是23到25呢？因为 Java 版的伤害最高是可以到23，基岩版的话就可以到25，相当于是7颗半星到12颗半星。然后弓还有特别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药水的箭矢，让它的射击的效果更加不一样。这里还有就是，如果你的弓附上了火焰的话，你还可以使用它来激活这个 TNT 或者是 TNT 矿车。通过这个小知识呢，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击杀敌人，又或者是捉弄朋友之类的。可是我好像没有朋友哦。
最后，弓是远程攻击的必备武器，保持安全的距离，又可以用弓来射击敌人。听说过十字弩吗？这是相对应新的武器，可别小看它，它的特殊攻击真的很厉害，一下子就能连续射出好几发箭矢，对敌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首先，十字弩是独特的远程武器。我们如果要获得十字弩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击杀掠夺者，又或者是朱布林。通过击杀他们的方法也是有几率获得十字弩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是可以使用材料来合成出来。首先可以在合成材这边放一个铁锭，然后中间放个半线钩，然后3个木棍可以这样子放，2个线这样子放，就可以合成我们的十字弩。十字弩也可以像弓这样子蓄力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放开了手，在物品栏这里，这个十字弩也是可以直接拿出来射击的，相当于你是多了一把蓄好力的一个十字弩。在战斗中，你也可以突然拿出十字弩射向敌人，让敌人完全来不及反应，根本躲不掉。这里别忘了学会正确的附魔十字弩，让它更加致命。这里我们可以先附上这个快速装填这个附魔，它让你的十字弩更快的装填。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普通的十字弩和这个附上快速装填的十字弩，它的装填速度呢完全是可以看出是2种武器。同时还有就是多重射击这个附魔，它可以使用1根箭矢呢就可以发出3根箭矢，是蛮强一下的。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这里发出去的3支箭矢呢，也只能捡回1根箭矢哦，其他2根是无限箭矢，这样子是不能捡回来的。通过这个附魔呢，你就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射击到你的目标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十字弩这样就完了，你就大错特错啦。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十字弩的伤害爆表，那就是使用我们的烟火。只要身上带着烟火呢，十字弩发出去的时候是可以发出烟火的。同样，当我们附上这个多重射击的时候呢，也只会消耗1个烟火。当你使用多重射击这个附魔，又加上烟火的伤害，就可以把十字弩的伤害最大化。最后一个就是穿透，这个是和多重射击的附魔是相冲的。它的附魔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多重射击，但是它的设计呢就像是这样子，它能够让你的箭矢穿透多个敌人。这里1根箭矢呢就可以击中多人，就像你看到的这样。然后十字弩的伤害呢是可以来到7到11之间，平均为9，相当于就是7颗星半。然后十字弩如果是使用烟火发射的话，伤害平均是11到18，这个伤害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，和你平时使用的十字弩相比，简直是相差很大。然后呢，这个十字弩的用途呢，它适用于任何你想要范围较大的伤害，又或者是同一个时间你想要击杀很多怪物的时候，是蛮不错的选择。并且这个十字弩是相当独特又强大的武器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利用它。最后，你比较喜欢用哪种武器，或者是特殊的附魔，都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样，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不妨帮我这个影片点个喜欢，再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